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心智化标志物。这项研究由马克思·普朗克与多家机构联合成果发表在《自然通讯》，属于顶级期刊。团队开发基于机器学习的神经标志物，这些标志物能预测自我与他人心智化过程。数据覆盖390名参与者，包括健康与病患。模型采用全脑 fMRI 提取分布式活动模式，可解释机器学习将思想转化为数字签名，这为精神疾病客观诊断提供了全新工具。心智化是人类社交大脑的最核心能力之一，它主要包含对内反思和对外推测这两个层面。对内是指反思我们自身的性格与特质，对外是指推测他人隐藏的心理状态与意图。这两种过程共同支撑起复杂的社交互动。没有心智化能力，我们将无法理解他人，也无法在复杂的社交世界中顺利航行。因此，它被视为社交认知最核心的重要基础。精神分裂症患者常出现心智化功能受损，但思想本身无法被直接观测。临床上缺少客观可复制的生物标志物，传统量表依赖主观报告不够精准。这种困境限制了早期诊断的准确性，也无法评估治疗干预的真实效果。因此，急需一种能量化心智化的技术，这成为该领域亟待突破的瓶颈。研究不再限于单脑区，而是捕捉全脑分布式活动。它们结合功能磁共振与可解释机器学习技术。可解释机器学习让 AI 决策透明化，摆脱黑箱状态。AI 从海量神经活动中寻找稳定的规律性模式，这些模式构成了可精准读取的数字签名。抽象的思想借助数字签名转化为客观量化数据。这项突破为构建解码模型奠定了数据基础，它彻底改变了依赖主观量表的传统测量。研究团队系统构建了4种核心心智解码模型，综合心智化标志物预测大脑是否进行社交思考。自我指涉标志物专门捕捉关于自我内心想法，他人指涉标志物专门捕捉关于他人的心理状态。自我他人判别器精准划定自我与他人的边界。这4个标志物共同构成了完整的解码架构，它们对应不同的心智化维度与核心功能。这种分层设计增强了模型的可解释性与鲁棒性。核心算法采用线性支持向量机，高效且可解释数据先经过 L2 范数缩放，消除扫描仪差异。严格的十折交叉验证用于参数调优与选择。鲁棒性测试使用5000次自助法重采样。这些严格设定彻底杜绝训练过程中过拟合，从而确保模型具备极高的跨人群实战泛化能力。严格的参数控制使得模型结果更为可靠，这是模型在不同人群和场景推广的基础。研究汇集了390名参与者与11个独立队列，这些数据来源于7项不同的独立研究工作。参与者覆盖健康成人以及发育期青少年，还纳入了精神分裂症和双相情感障碍患者。数据采集自多家医院和不同型号的 MRI 设备，这种多样性有效消除了单一设备的偏差，为模型提供了极佳的泛化能力基础。如此大规模的数据在同类研究中极为罕见且珍贵。特质评估任务通过对比3种条件捕捉思想瞬间。屏幕显示性格词汇时，大脑主动思考自我关联性，对陌生人角色，大脑主动判断特质是否符合对方。基线任务只计算音节，不涉及社交判断，这样对比就能有效分离出心智化相关的脑活动。AI 模型能够分析这些瞬间的脑血流变化模式，从而提取出大脑中纯粹的自我与他人思维特征。这种设计让抽象思想变得可测量且可比较。自我标志物、激活中线结构和奖励回路，腹内侧前额叶与前扣带回参与其中，纹状体与脑岛也被显著激活。这些区域负责内感受和奖赏加工，表明自我反思依赖内部生理状态，它是一种内生性的奖励过程，这为区分自我与他人思考提供依据。自我标志物是社交认知量化工具，思考他人时，大脑主动启用后部与外侧网络，关键区域有颞顶交界处、楔前叶和颞上沟。这些脑区专注外部特征、观察与视角切换，它们不依赖内部生理感知或奖励回路等。他人标志物与自我标志物使用不同脑区，这证明大脑为理解他人配备了独立代码。这项研究揭示了社交认知的神经基础分化，这对诊断社交缺陷如自闭症具有重要意义。综合心智化标志物 MS 是社交思考的最高基准，
它将自我与他人相关脑区的活动完整整合。MPFC、TPJ 和楔前叶等枢纽会同步协同工作，这些核心脑区形成一个庞大的分布式神经网络，无论思考自我还是他人 ，MS 都会被全面激活。单一脑区无法替代这种全脑协同的预测能力。MS 标志物揭示了社交大脑的全局工作模式，它为理解人类共情与独立人格并存提供新视角。3大心智解码模型在独立测试中取得极高准确率，自我相关标志物 Self-RS 达到 82%， 他人相关标志物 Other-RS 达到 77%， 综合心智化标志物 MS 更是高达 98%。这些结果来自完全未见过的新样本测试。训练阶段 AUC 曲线下面积达到完美的 1.0， 证实模型具备非常强的泛化与实战能力。高精度意味着神经标志物可稳定量化心智状态。SVORS 判别器用于区分自我与他人想法，它不仅检测心智活动，还能精细分类其归属。3点图中青色与粉色点云被白线清晰分隔，这条白线就是自我与他人的神经分界线，边界清晰度成为衡量精神健康的重要尺子。它为临床评估提供了客观可量化的指标，边界清晰与否直接反映大脑功能状态好坏。这一工具让抽象的心智界限变得可量化评估。研究对比了健康人群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脑信号，健康人的自我与他人界限十分清晰，患者的两组信号则大幅重叠，这证实了神经层面区分度的显著降低。生物学证据终于验证了临床长期观察的现象，病患大脑中我与你的编码被混淆，边界模糊为早期辅助诊断提供了全新视角，它标志着数字神经精神病学迈出了关键一步。青春期的心智成熟也体现在大脑的神经信号上。针对11到18岁青少年的测试显示，年龄越大，大脑区分自我与他人的能力就越强。社交大脑并非天生完美，它在成长中逐渐完成精细化分化。这一发现表明，心智化能力具有发育可塑性。它解释了为什么青少年在社交判断上常显犹豫。随着年龄增长，自我与他人神经边界变得更清晰，这为理解正常发育轨迹提供了关键基准。未来可对比发育异常群体的偏离程度。该研究采用全新的图像推断任务进行测试，参与者需区分心理意图与客观事实推断。模型此前从未接触过此类视觉刺激内容，结果标志物以 98% 的准确率完成区分。这充分证明模型并非记忆特定任务模式，它真正捕捉到自发的心理推断全过程。实验证实，该神经标志物具有跨任务泛化力，这为真实场景应用提供了关键证据。伴侣社交反馈中，被试收到自己或伴侣的评价，综合心智与自我指涉标志物信号飙升。AI 实时追踪动态社交中的自发心智活动，无需指令，模型即捕捉社交中的心智过程。这一结果将解码能力推向真实社交场景。伴侣评价激活了自我与他人相关大脑网络，模型鲁棒性在自然情境下得到进一步验证，这为临床评估社交缺陷提供了生态效度支持。ROI 分析表明，全脑协同预测力远胜单一脑区，内侧前额叶或颞顶交界处均有丰富社交信息，但全脑模型的预测准确率始终最高，这证明了分布式网络协同工作不可或缺。进一步发现， MPFC 和楔前叶是双面枢纽，它们同时编码自我与他人，构成底层硬件。这两个区域支撑着整个社交大脑的运作，任何单一脑区都无法复制这种全局解码能力。研究团队需要检验模型是否过度依赖特定设备，他们采用严格的留遗站点法进行交叉验证，每次排除一个站点的全部数据来训练模型，然后在被排除的独立站点上测试性能。结果跨越不同国家、医院与 MRI 型号，模型依然保持最高 96% 的准确率。模型真正学到了可泛化的神经特征，而非设备特有的噪声或系统偏差。社交大脑由3套系统构成：自我、他人和共享核心。自我系统核心脑区是腹内侧前额叶和脑岛，它由内感受与奖励驱动，关注内部生理状态。他人系统核心脑区是颞顶交界处和颞上沟，它由外部特征观察驱动，关注视角切换。共享核心包括楔前叶和内侧前额叶，它负责整体心智推断，是社交网络底层联通。
这种双轨架构使同理心与独立人格得以并存。人类大脑中的我与你并非完全相同，它们也绝不是绝对割裂的两个独立系统，两者共享一个宏大的心智化底座作为基础，这就是综合心智化标志物所揭示的统一框架。在实际运作时，它们调用截然不同的神经配置，自我反思依赖内感受与奖励回路的激活，他人推测则更多依靠外部观察与视角切换。这种双轨机制正是同理心与独立人格并存的神经密码。这4大神经标志物为精神病学提供了客观化评估工具，它们能够精准测量大脑的健康状态，它们还能早期诊断社交认知方面的缺陷，甚至量化评估临床干预与心理治疗的疗效。人工智能与脑成像正让心智变得清澈透明，未来数字神经精神病学将彻底革新主观评估模式。这些标志物已在多队列中验证了其鲁棒性，下一步将推动临床转化与大规模验证，最终实现精准的精神健康管理与早期干预。